夜色冰冷，苏家别墅灯火璀璨，却藏着刺骨的算计。苏安安站在玄关，手足冰凉。20年前，她作为苏家双胞胎幼女，因出生时母亲大出血，被算命先生一句扫把星克家，判定不祥，惨遭遗弃，在乡下清贫度日20年。而她的双胞胎姐姐苏心怡，留在苏家受尽宠爱，成了名利双收的新锐顶流设计师，更是顶级财团总裁骆怀瑾的未婚妻，坐拥所有人的艳羡。半个月前，养母重病垂危，巨额医药费压垮了苏安安。走投无路之下，她联系了亲生母亲林慧珍，这才被苏家接回豪门。她本以为是迟来的亲情，殊不知这只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陷阱。客厅沙发上，苏心怡身着高定衣裙，眉眼娇晶艳丽，和苏安安有着一模一样的脸庞，气质却天差地别。她身侧的骆怀瑾身姿挺拔，五官冷冽深邃，周身裹挟着生人勿近的强大气场，目光淡漠扫过局促的苏安安，无半分温度。乡下回来的妹妹，苏心怡轻笑出声，语气满是嘲讽，不懂半点规矩，见了我和怀瑾，不知道问好。林慧珍适时开口，语气功利又敷衍，安安，以后好好待在家里，你养母的医药费我帮你承担，安分听话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苏安安压下心底的不适，低声问好，为了养母，她只能隐忍。可接下来的日子，她彻底看清了苏家的凉薄。苏心安把她当成免费佣人，日日刁难，呼来喝去，极尽羞辱。相处中，苏安安发现了一个致命的疑点。苏心怡凭借出圈的设计风格，斩获各大奖项，稳坐顶流设计师的位置。可她的设计笔触、构图习惯，甚至作品角落专属的吉小恩、水印，全都和苏安安自幼练习原创的设计手稿一模一样。趁着苏心怡外出，苏安安悄悄进入她的书房，在隐秘的抽屉深处翻出了一叠泛黄的旧稿。纸张陈旧，笔迹稚嫩，是她年少时的原创作品，却被苏心怡私自截取，稍加修改，尽数冠上自己的名字，借此成名获利。真相如利刃刺穿心口，她在乡下吃苦受累，为生计奔波，苏心怡却偷了她的天赋与心血，活成了光芒万丈的大小姐。恨意悄然生根，苏安安攥紧稿件，眼底褪去所有温顺，只剩冰冷的决绝。苏安安并未立刻揭穿真相，她深知自己无权无势，根本无力对抗底蕴深厚的苏家，只能蛰伏等待时机。可不等她布局，苏家的真面目彻底暴露。一通跨国电话打来，对方自称是养母的主治医生，告知养母病情急剧恶化，急需家属到场。苏安安心急如焚，立刻找到林慧珍申请出国探视，却被对方百般推脱。家里所有资金都要用来筹备心怡和怀瑾的订婚宴，根本抽不出钱。林慧珍面色不耐，终于不再伪装，事到如今，我也不瞒你了，接你回来从来不是认亲，是为了心怡的婚事。苏心怡咬牙上前，眼神阴狠，我早年意外留疤，无法和怀瑾圆房，苏家需要一个一模一样的替身，替我稳住骆太太的位置。等你怀上骆家的孩子，任务完成，我可以放你离开。字字诛心，亲生母亲与亲姐姐竟将她视作交易的工具，上位的替身。苏安安浑身发冷，厉声怒斥，你们简直丧心病狂。就在争执之际，陌生电话再次打入，冰冷的嗓音击碎了他最后的期许。苏安安，别被骗了，你养母从未出国，早已病逝，
是苏心怡亲手拔掉了他的氧气管。稳住你，就是为了让你乖乖听话做替身。嗡的一声，苏安安大脑一片空白。养母是他此生唯一的温暖与救赎，是含辛茹苦将他养大的亲人，竟惨死在苏心怡手中。20年隐忍，万般委屈，顷刻间化为滔天恨意。他抬眸看向眼前惊慌失措的母女，声音平静却刺骨：盗用我设计，害我养母性命，逼我做替身。苏心怡、林慧珍，你们欠我的，我必千倍百倍讨还。从今往后，你苏心怡才是活在我影子里的替身。出乎苏家母女的意料，苏安安最终答应了替身的要求。林慧珍与苏心怡大喜过望，只当她是畏惧妥协，认命屈服，彻底放下了戒备。可他们不知，这是苏安安的将计就计。他要借着替身的身份，靠近骆怀瑾，站稳脚跟，收集所有罪证，亲手撕碎苏心怡虚伪的面具，夺回属于自己的一切。苏家刻意制造了一场意外，让苏安安顶替苏心怡与骆怀瑾发生了关系。一夜之后，苏安安悄然离去，不留痕迹。他开始刻意模仿苏心怡的言行举止、穿衣风格，双胞胎一模一样的容貌，加上精准的模仿，足以以假乱真。骆怀瑾性情清冷疏离，与苏心怡本就无深情，对身边人的细微变化并未察觉，依旧保持着不远不近的态度。苏安安借机进入骆氏集团设计部，以助理的身份潜伏，接触核心资源与工作。职场之上，苏心怡依旧高高在上，屡次当众刁难打压他，肆意嘲讽他的出身卑微，一无是处。可苏安安始终隐忍，默默积攒实力，等待展露锋芒的时机。公司新品发布会筹备会议上，设计部主推苏心怡的新系列方案。他的设计空洞刻板，毫无新意，通篇照搬当下流行元素，毫无个人特色。在场高管纷纷面露难色，却无人敢直言反驳。就在气氛僵持之际，苏安安起身开口，声音清亮自信：骆总，各位领导，我有一套全新的设计方案，命名为繁星，以浩瀚星空为灵感，柔和碎钻薄纱，渐变光影元素，兼顾浪漫质感与实穿性，适配年轻消费群体，差异化极强。他随即铺开随身携带的手绘原稿，线条流畅细腻，创意新颖独特，细节精妙绝伦，和苏心怡敷衍的方案形成极致反差。在场众人纷纷惊叹，目光满是赞许。骆怀瑾的目光牢牢锁定在设计稿上，眼底闪过罕见的惊艳与探究。他抬眸看向眼前的女人，语气郑重：这套方案极具灵气，远超现有版本，新系列全交由你负责落地。一句话彻底颠覆了所有人的认知，原本稳握主导权的苏心怡瞬间沦为背景板，脸色铁青，妒火中烧。他死死盯着从容淡定的苏安安，心中涌起强烈的危机感。这个乡下回来的妹妹远比他想象的可怕。自此，苏安安凭借过硬的设计实力，在骆氏集团站稳脚跟。繁星系列初稿落地后，口碑、热度双丰收，提前锁定爆款前置。同事们纷纷改观，私下都称赞苏安安才是真正的实力派。反观苏心怡，只是徒有虚名，靠抄袭上位的草包。流言蜚语不断传入苏心怡耳中，让她愈发偏执疯狂。她开始不择手段陷害苏安安，偷偷损毁她的设计原稿，在骆怀瑾面前恶意抹黑她的人品，买通水军造谣诋毁她的名声，一次次试图将苏安安打入谷底。
但苏安安冷静睿智，每次都能从容化解危机，不仅自证清白，反倒一次次暴露苏心怡心胸狭隘、阴险歹毒的本性。久而久之，骆怀瑾心中的天平彻底倾斜，他渐渐清晰地察觉到，身边的人早已换了灵魂。他熟知的苏心怡，骄纵虚荣，浮躁浅薄，毫无真才实学。而眼前这个女人，温柔坚韧，聪慧通透，才华斐然，眼底藏着历经风雨的澄澈与倔强。骆怀瑾开始不由自主地关注她，偏爱她，会耐心指点她的工作，会默默为她扫清职场阻碍，会在她加班时送来热餐，清冷的眉眼间唯独对她藏着温柔。细微的温柔一点点融化苏安安冰封的心。复仇的路上太过孤寂，骆怀瑾的偏爱与守护让他一度动摇。可他时刻警醒，自己是替身，身负血海深仇，绝不能动情。纸终究包不住火。一次深夜加班，骆怀瑾看着苏安安伏案改稿的认真模样，终于坦诚开口：你不是心怡，你是苏安安。苏安安身形一僵，心头慌乱。骆怀瑾缓步上前，语气温柔又笃定：我很早就发现了，你的才华，你的品性，你的眼神，都和他截然不同，不用骗我，也不用怕。积压已久的委屈、痛苦与隐忍瞬间崩塌，苏安安红了眼眶，将自己被遗弃的身世，苏心怡多年抄袭顶替、残害养母，逼他做替身的所有真相，尽数娓娓道来。听完一切，骆怀瑾震怒不已，满心都是心疼。他轻轻抱住崩溃落泪的苏安安，郑重承诺：委屈你了，往后有我，你的仇我陪你一起报，所有亏欠你的我都会一一讨回。有了骆怀瑾的撑腰，苏安安不再孤军奋战，复仇之路自此坦荡无阻。两人默契联手，开始全方位收集苏家母女的所有罪证。距离苏心怡与骆怀瑾的盛大订婚宴仅剩3日，苏安安与骆怀瑾以及其所有铁证，一边是苏心怡多年抄袭的原稿，时间线对比，专属水印溯源证据；一边是他残害养母的录音、监控录像，还有林慧珍挪用公款、偷税漏税、商业欺诈的完整账务证据。他们决定在万众瞩目的订婚宴上当众揭穿所有阴谋，让苏家母女身败名裂，付出法律代价。订婚宴当日，名流云集，宾客满堂。苏心怡身着高定婚纱，妆容精致，挽着骆怀瑾的手臂，站在高台之上，接受全场祝福，春风得意，尽享荣光。林慧珍立于一旁，满面风光，以为苏家自此便可攀附顶级豪门，一跃登顶。就在司仪即将宣布订婚仪式正式开始时，宴会厅大门缓缓推开，一袭红裙的苏安安缓步走入，身姿挺拔，气质清冷。同款绝美脸庞，却比苏心怡多了几分从容高贵，瞬间碾压全场，夺走所有目光。全场哗然，宾客纷纷低语议论。苏心怡脸色骤变，厉声呵斥：谁让你进来的？立刻滚出去！苏安安无视他的暴怒，径直走上高台，目光清冷扫过全场，声音清亮有力：各位来宾，大家好，我是苏安安，苏心怡的双胞胎妹妹。今天我站在这里，是想告诉所有人，今日这场盛大的订婚，从头到尾都是一场骗局。台上这位万众追捧的顶流设计师苏心怡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抄袭者、骗子、杀人犯。话音落下，全场死寂。苏心怡浑身发抖，歇斯底里的辩解：
你胡说，你是嫉妒我，故意污蔑我。污蔑。苏安安冷笑抬手，身后巨幕大屏瞬间亮起，一幅幅新旧设计稿对比清晰呈现，一模一样的构图、笔触、专属按、水印，时间线清晰证明，所有爆款设计均出自苏安安年少原创，苏心怡多年来全程抄袭顶替。紧接着，录音响起，苏心怡与林慧珍的对话清晰传出，字字句句都是逼替身、害养母、谋夺豪门婚事的丑恶算计。隐蔽监控画面同步播放，铁证如山，无可辩驳。宾客瞬间炸开锅，鄙夷、愤怒的目光尽数投向高台母女。虚伪的面具被彻底撕碎，苏心怡浑身冰冷，双腿发软，狼狈瘫倒在地，往日的骄傲张扬荡然无存。骆怀瑾上前一步，牢牢护住苏安安，手持警方立案文件，声音冰冷肃穆。苏心怡涉嫌故意杀人、商业侵权欺诈，林慧珍涉嫌挪用公款、偷税漏税，证据确凿。早已等候在外的警察即刻入场，当场将惊慌失措的林慧珍控制逮捕。濒临崩溃的苏心怡彻底疯癫，尖叫着扑向苏安安，却被保安及时拦下。骆怀瑾眼神冰冷，字字铿锵，你窃取他的天赋，顶替他的人生，残害他的亲人，利用他做尽丑事。从始至终，你才是那个活在阴影里一无是处的替身。一场盛大的订婚宴最终沦为苏家身败名裂的审判场。昔日风光无限的苏家彻底崩塌，再无翻身可能。经法院审理，林慧珍多项经济罪名成立，被判长期监禁。苏心怡抄袭侵权、故意杀人罪名属实，数罪并罚，判处无期徒刑、终身牢狱，彻底断送所有前程，永远钉在耻辱柱上。笼罩在苏安安头顶20年的阴霾彻底散去，他洗清所有委屈，拿回了属于自己的设计名誉。脱离苏家的桎梏后，他成立了专属设计工作室，凭借极具灵气的原创设计风格，迅速火爆全网，登顶行业顶流，成为名副其实的新锐设计大师。他不再是依附别人生存的替身，不再是任人欺凌的弃女，真正活成了闪闪发光的自己。历经风雨与磨难，苏安安与骆怀瑾的感情愈发坚定纯粹。骆怀瑾始终温柔守护，治愈他过往的伤痛，陪他走出黑暗，支撑着他的事业与梦想。仇恨落幕，余下的皆是温柔与偏爱。星河烂漫的花海之中，骆怀瑾单膝跪地，手持亲手设计的钻戒，目光深情而郑重。安安，你受了半生苦楚，往后余生我护你周全，与你一生安稳，嫁给我好吗？苏安安眼底含泪，笑意温柔，用力点头，我愿意。晚风拂过花海，岁岁温柔。曾经偷来荣光、机关算尽的人，终落得一无所有；曾经隐忍坚韧、向阳而生的人，终得圆满人生。世间所有捷径皆是陷阱，所有罪恶终有报应。真正的光芒，从不是窃取他人的光环，而是源于自身永不褪色的才华与善良。这世间从无永久的替身，唯有真我，方能永恒。